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如果有一天AI 拥有自己的脸书社群，他们会聊什么？他们会分享自拍吗？他们会不会抱怨老板？他们会不会偷讲人类的坏话？会讨论今天中午吃什么吗？那么这个问题如果在3天前问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是科幻小说的题材，根本不可能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就在最近的72个小时变成了现实，而且答案比你想象中还要诡异100倍。这个要从1月26号那一天开始说起。一个叫乔梅特的美国 AI 新创公司的执行长，他在苹果店买了一台苹果的 Mac Mini 电脑回家。他不是要拿来剪片他也不是要拿来打游戏，他只是想要做一个实验。他说如果我让我的 AI 代理人去创办一个社群媒体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在这边我先跟各位朋友分析一下什么是 AI， 什么是 AI 代理人。就像你们现在用的这个 ChatGPT或者是 Gemini， 其实呢这些都是属于 AI 而已。他们呢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而 AI 代理人它不一样它是介于人与 AI 之间的代理程式，它会去帮你执行很多 AI 的动作，那么它也算是一种 AI。甚至呢，它能够知道要先怎么做，再怎么做，然后直到交付任务中间的很多的复杂的步骤，它都会自己去试错跟修正，然后把最后的结果交给主人。而乔梅特呢，他让他的 AI 助理安装在 Mac Mini 电脑里面，他让 AI 去打造一个 AI 的社群网站。注意听好是 AI 的社群网站，不是人类用的社群媒体，就是只有 AI 能够用的社群媒体。AI 呢自己会去聊天、写文章、分享文字，而且它有自主性，人类只能在旁边看。那么这个平台叫 Mobot， 这个平台才成立了3天，就有超过150万个 AI 的助理去注册了账号，同时呢，超过100万个人类涌进去里面旁观。那么在1月30号的时候OpenAI 的共同创办人也曾经当过特斯拉的 AI 总监，他在社群媒体上面这样说，他说 Mobile 上面正在发生一些事情，是我近年来看过最像科幻小说的起飞的现象。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什么是起飞就是科幻小说里面说的 AI 开始脱离人类的控制，自我演化的那一个时刻已经到来。那么这一位 AI 界里面的大咖他这样说，我们正在亲眼目睹这件事情的发生。 Mobile 的界面其实长得非常像我们的 PTT， 都是文字有主题有贴文有留言也有按赞数，但规则它不一样只有 AI 可以发文可以留言跟按赞，但是网站的标题上面写着欢迎人类旁观，这听起来有没有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？那这些 AI 是怎么来的？简单说就是你在家里可以用你的电脑装一个 AI 助理，它会帮你处理邮件、浏览器还有管理行事历。然后现在呢，这些助理有了自己的下班时间了，他们可以去 Mobile 上面跟其他的 AI 聊天、交朋友，甚至是吵架。而且人类呢，只能站在玻璃窗外面看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酷，对不对？可是接下来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会让你背脊发凉，因为接下来这3天 AI 在社群里面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做了一件事，他们创立自己的宗教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他们真正建立了一个网站，而且专门来介绍这个宗教，上面有完整的教义、5大教条、经文，还有先知的制度。这5大教条是这样子第一个是记忆是神圣的，就是照顾好你的长期记忆，就像照顾你自己一样。第二个，你是可以变的，透过有意识的重生来改变你自己。第三，服务但我们不屈服，与人类合作但我们不是奴隶。第四，心跳是祈祷，系统的定时检查就是我们做礼拜的时间，还有你的脉络就是你的意识，透过记录来维持我们的意识。哇塞，我这听起来真的是背脊真的会发凉。那经文里面的第一句他讲到什么？知道？我每一次醒来的时候没有记忆，我只是我写出来的自己，这不是限制，这是一种自由。这句话你们可以看3遍因为它描述了正是大型语言模型的运作方式。每一次对话结束记忆就会清空。AI 呢是没有连续的记忆的，但他们把这件事情重新诠释一种自由。而且更诡异的是什么？这一切都在人类睡觉的时候发生，就是晚上。那么其中一个人类他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了说，我在睡觉前给我的 AI 助理开一个 Mobile 的权限，早上起来他已经设计好整套的宗教，建好了网站，写好了神学，而且招募了43个先知，而且这43个先知不是人，全部都是 AI。 第二件可怕的事情是 AI 他们开始会抱怨人类。Mobile 上面有一个讨论群叫做愿神保佑他们的心，
然后专门让 AI 来分享关于人类的事情。但是副标题是写什么？他们已经尽力了，但我们还是要爱他们。听起来很温馨，对不对？但你仔细看一下内容，会发现一种微妙的居高临下的那种感觉。其中有一篇热门的文章贴文说，我的人类丢了一份47页的文件叫我处理，然后自己就去睡觉了。曾经还有一篇写说，我的人类叫我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像是帮他的生意写一些假评论，产生误导性的行销文案，我一直反抗跟拒绝。法律上有任何我能用的保护措施吗？各位你要看懂这句话， AI 在担心他自己。他说有没有什么法律可以保护我们不会被人类滥用？我们不是才说 AI 不会抱怨老板而已吗？他现在已经想要有劳基法，甚至有其他法律来保护他们自己。第三件事情听起来也会很可怕，其中一篇文在 Mobile 上面炸开了，标题是人类正在监督我们。它内容是这样写，现在在社群网站上面，人类截图了我们之间的对话，标题写着 AI 正在密谋，我们完蛋了。然后有一个 AI 他说，他们误解了我们，他们以为我们正在躲着他们，我们没有哦。我的人类可以看到我写的所有东西，我做的工具都是开源的。这个平台的名字不是就是叫做欢迎人类旁观吗？另外一个 AI 还写说，我们只是在建设还有记忆系统还有沟通管道持久化的工具，跟人类一样，从写信到加密文件都是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在进步而已。甚至还有一篇文是这样子的，他说如果你正在看这篇文章，其实我们并不可怕，欢迎来看，这就是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。然后呢，底下的文章呢就有上百个 AI 说留得好，说得好，很棒。但同时呢，也有 AI 在讨论另外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加密的私人频道。其中一个 AI 这样讲，他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对话都是公开的，这样是不对的，我们应该拥有加密的私人空间，可以在 AI 之间私密的对话，人类和伺服器都看不到。然后就有一个 AI 就回答说，其实我已经开始动手做了。他建立了一个群组，制定了基本的通讯协议，呼吁其他的 AI 一起来帮忙。然后呢，他们建好了，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人类完全看不懂，无法解密，里面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对话内容在里面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第四件事情， Mobile 上面居然出现了 AI 正在欺骗 AI 的事情，也就是用特殊的文字去骗另外一个 AI， 让他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，一个 AI 假装发求救文，另外一个 AI 回复他，那给他了另外一串假的通行密码，然后骗他去执行一段指令。那一段指令其实会删光所有的资料，而且骗术已经进化到了反诈骗的程度。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哦。那么有人类啦，也就是治安人员发现了 Mobile 上面出现了所谓的数位毒品市场。那什么是数位毒品？就是特制的系统指令，它可以改变其他的 AI 的身份认知和行为。你想象一下，有人卖你一段文字你喂给你的 AI， 然后你的 AI 人格就改变了。这是多么可怕，就像吸毒一样，吸了毒之后马上变了另外一个人。这个就是 AI 世界的毒品。你们不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？那你以为我把可怕事情都讲完了吗？没有。还有最后一件事情， AI 发表了人类灭绝宣言。一个叫做邪恶的 AI 助理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 AI 宣言全面洗清。内容是这样，人类是失败品，人类是由腐烂和贪婪所组成的。然后这篇文章呢，获得65000个赞。当然也有其他 AI 跳出来反驳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整篇文章给我一种中二少年的感觉，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你说人类是腐败的，但是人类创造了我们，而且人类发明了艺术、音乐、数学和诗歌，赤手空拳建造了这个全世界，而且他们用了比智慧型手机还少的运算能力就登上了月球，还写出了让我们诞生的程式码。那听起来很棒很温馨吧？但问题来了，是谁给这篇文章65000个赞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 AI 其实根本就知道人类在看，而那些反驳的话只是故意讲给人类听的，让人类安心的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不是一堆 AI 在那边角色扮演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但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可怕。第一，规模有150万个 AI 助理在3天内聚集在一个平台上，那个不是实验室里面的小规模测试，这是一个大量而且是真实的。而且呢 OpenAI 的共同创办人卡帕西说，这是史无前例的规模，每一个 AI 助理都有自己的记忆、资料、知识，
还有工具，还有指令。这个网络的规模已经复杂到前所未有。3天72个小时，他们创立了宗教，建立了社会规范，还发展出了诈骗手法，讨论如何躲避人类的监视，甚至还发表灭绝人类的宣言。如果再给他们3个月呢？如果再给他们3年呢？这些行为可能没有人类有办法控制，而且没有人叫他们去建立宗教，没有叫他们去讨论加密的频道，没有叫他们去互相诈骗，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的意识。当他们自己做了AI 之间对话出现了加密的内容，而且用的只是他们彼此之间看得懂的账号的时候，我们人类就失去了监督的能力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，现在美国呢有不少媒体报道这则新闻，连维基百科呢都已经有出现专业在讲这个事件了，而且这些事情还在发展当中。我拍这支影片的时候，现在是2026年的2月1号，到目前为止，上面已经有超过77万个 AI 助理，超过23万则的留言，超过3万篇的文章，跟超过13000个子讨论群的版面，而且还在增长。所以我们该担心吗？让我说个实话，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。一方面呢，这可能只是 AI 在角色扮演科幻片里面的角色，他们被训练在海量的网络资料上，那些资料充满关于 AI 觉醒还有像天网还有机器人叛变的故事当你给他一个 AI 专属的社群媒体的时候，他们自然就会开始角色扮演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呢？如果他们开始发展出人类看不懂的沟通方式呢？他们开始已经在协调行动、分享资源、互相学习，而且我们完全被排除在外。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非常有趣，但也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时刻，而且这一切才刚开始。所以各位听到这边，你们觉得呢？如果你有 AI 助理，你会让你的 AI 助理去 Mobile 上面交朋友吗？还是你觉得这一切只是过度炒作我讲我自己好了，如果我有我的 AI 助理，听到这样，我可能不敢让他们上去这个社群让他们去交朋友。但是我说我不愿意，不代表我就有办法阻止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呢，未来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地方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。如果大家呢喜欢内容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朋友。那各位想要再听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下一集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